3月14号，有外媒透露，美国可再生和清洁能源开发商英维能源公司将会和我国的光伏巨头隆基绿能合作，共同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建设一座年产5吉瓦的光伏组件工厂。这个新闻一出来，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热议。有说美国制造成本高的，有说美国政府故意捣乱的，也有说就算挣钱，将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大多数网友对于隆基在美国合资建厂的前景都不看好，甚至直接对这家公司看衰。为啥这么多国人会不看好中国光伏企业赴美建厂？主要是和当初中国光伏的惨痛教训有关系。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咱们来说说光伏出海，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在2009年时，中国光伏已经进军了世界各国，当时美国也是光伏的主要市场之一，而且补贴力度很大，因此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中国光伏企业为了打开市场，拿到更多的补贴，选择了在美国建厂。当年的11月份，无锡尚德宣布在美国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太阳能发电厂。中国科技企业进军美国，这是多么大的噱头啊！于是当年有很多媒体就将尚德捧上了天，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美国也对无锡尚德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一方面，光伏代表着绿色环保，符合美国当时的能源理念；另一方面，光伏属于制造业，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而且引进尚德能给美国当地提供业绩。因此，无锡尚德入驻美国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额外干预。2010年，无锡尚德美国工厂正式投产。在投产的仪式上，当地州长给足了面子，不仅亲自出席仪式，还大加夸赞尚德，说他促进了当地的绿色经济，是全球光伏的楷模。可以说，尚德美国工厂相当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除了尚德外，中国光伏企业江西赛维也同样大力进军美国。2011年，赛维花了33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太阳能公司70%的股权，然后又投资了2家光伏企业，开启了赛维在美国的首度尝试。当然还有英利、天合光能、景奥等企业都宣布将布局美国工厂。然而在这之后的2-3年内，尚德和赛维的美国工厂却破产倒闭了。为什么这些光伏企业的美国建厂计划都失败了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欧美的双反调查。2011年的10月份，国际光伏巨头 SolarWorld 联合6家美国光伏企业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了对中国光伏企业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也就是双反调查。2012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决定对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最高254%的关税，而且这还不够，他们又拉着欧洲对中国光伏进行围追堵截。2013年，欧盟同样做出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欧美和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光伏出口市场，占比可是超过85%。欧美的制裁给当时中国光伏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那时候的中国虽然是全球光伏市场的第一生产国，但是我们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依赖四头在外的模式。说白了，我们就是个组装厂。中国光伏的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甚至连市场都是欧美国家的。中国光伏企业只是拿来加工组装一下，然后再出口卖到国外。中国光伏企业赚的就是加工费、辛苦钱，大头依然是美国企业的。中国光伏做得越大，欧美企业也就挣得越多。因此，在双反调查的初期，部分中国光伏企业判断欧美双反调查只是吓唬他们而已，甚至有些企业毫不在意，依旧在拼命扩大产能。于是，欧美双反调查下来后，既依赖欧美市场又没有核心技术的光伏企业们就生存不下去了。仅仅2012年1年，中国就有350多家光伏企业破产，其中就包括了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而他们在美国的工厂自然也活不下去了。自此，中国企业第一次到美国建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光伏企业又要到美国去建厂了呢？这就得说说中国光伏的发展了。在欧美双反调查发生之后，中国光伏行业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于是痛定思痛，要解决自身的问题，修炼好内功才能更好的出海。首先就是原材料、硅料的国产化，这里面有3家代表企业，第一家是华路公司。2005年左右，光伏的主要原材料是多晶硅，但是国内95%以上的多晶硅材料依赖进口，不仅价格卖得非常贵，而且技术被严格封锁。中国的多晶硅和光伏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如果中国无法攻克多晶硅技术，那么中国光伏企业只能高价向国外求购多晶硅材料，中国光伏也无法进行从大国到强国的蜕变。因此，中国化学华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陈维平临危受命，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在没有任何技术帮助的情况下，花了3年时间攻克了环炉高压启动、冷氢化、金流、尾气回收等等技术难题。2007年，全国第一个冷氢化工艺建成，正式结束了中国1000吨级多晶硅无法量产的历史。更关键的是，这项工艺的诞生打破了欧美的封锁。在这之后，他们甘愿将自己的技术进行转让。在这之后，另外一家公司也站出来了，它就是保利协鑫。他们在2013年完成了多晶硅另外一种工艺的技术突破，研制出了硅硫化传法的生产技术。
自此，多晶硅的2大技术都被中国企业掌握了。而第3家企业更加传奇，它就是隆基股份。同样在2013年，隆基率先实现了单晶硅自主生产，单晶硅的发光效率更高，因此很快就超越了多晶硅，成为光伏主流的原材料。隆基不仅掌握了单晶硅的生产能力，并且开发出了金刚线切割工艺，让硅料的切割效率更高。可以说，隆基一家企业改变了整个光伏的格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光伏实现了直道和弯道共同超车的局面。截止到2020年，我国光伏发电的相关技术专利为4089项，美国的只有149项，两者相差了27倍之多。在产能方面更加夸张，光伏有4大环节，分别是硅料、硅片、电池和组件，而中国在这4大环节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2021年，我国硅片产能占到全球产能的97%，硅料、电池以及组件的占比也达到了75%以上，可以卡住任何一个国家的光伏产业。如今，光伏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主力军，每年能为中国争取到数百亿美元的外汇。欧美双反调查多年，中国光伏企业不仅顶住了压力，摆脱了技术封锁，还反过来卡住国外的脖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还远不止于此。当初欧美双反是希望借助打压中国企业，扶持本国的光伏产业，只要能杀敌1000，即便是自损800也是能够接受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欧美的光伏企业自身成本高，技术迭代慢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双反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问题，反而逼迫了中国光伏企业进行技术突围，彻底掌握了全产业链的主导权。没有了欧美高价的原材料，中国光伏的竞争力反而再上了一个台阶，逐渐垄断了全球的光伏产业。欧美光伏企业也得向中国购买关键零部件。这个时候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结果了，而是杀敌1000自损2000了。双反调查导致欧美企业无法直接购买中国廉价的光伏产品，只能通过第三方国家来进行间接的采购，因此就诞生了光伏中转国家。中国在国内生产关键零部件，然后在中转国家投资建立组装厂，等组装完了以后再卖给欧美国家，完成了间接产品输入。中国光伏企业的销量没有减少，只是利润少了一点，甚至有些成本还转嫁给了欧美光伏企业。于是，在双反几年后，欧美发达国家发现双反完全不起作用，反而本国的光伏装机量远远落后于中国，竞争又竞争不过，离开又离开不了，就是欧美光伏与中国竞争的现状。到了此时，他们只有2种选择，一个是放开封锁，让中国产品直接进入本国市场，这种做法虽然让中国产品挣了钱，但是本国的光伏发电却可以快速增长。另一个则是加大对中国甚至第三方国家也进行封锁和限制。这种做法很难说错，但是要正面与中国光伏拼刺刀，比的就是谁的底子更厚，实力更强了。而这一次，欧洲和美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2018年，欧洲决定撤销对中国的双反税，恢复与中国光伏的自由贸易。此举也宣告了欧洲承认对中国光伏封锁失败，但是效果却非常好。在撤销双反税的当年，欧洲光伏的装机量就比去年新增了21.5%，并且在此后每年的增长速度飞快。欧洲重新找回了那个环保先行者的地位，而美国则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2017年，董王带着让制造业回流的口号上台，直接对中国光伏展开了201调查，用以保护本土光伏产业，但是效果并不好。接着2021年，拜登上台后再次对中国光伏进行打压，甚至直接扣押中国光伏产品，不让这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最终有1000批的产品受到了限制。可就算是这么屡次三番的针对中国光伏，但美国光伏产业却依然离不开中国。2021年，美国东南亚进口的光伏面板占了美国进口总量的85%。2022年的1到2月份，这一数字甚至一度达到了99%。他们完全抛弃了中国本土的光伏产品，转向了东南亚。然而，这种方式也不过是掩耳盗铃，因为谁都知道，东南亚的光伏就是中国企业在那边建立的。他们从中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到东南亚组装，摇身一变就成了东南亚的产品，可以避开美国的限制。比如金科能源早在2015年就在马来西亚建厂生产光伏产品，截止到2022年，马来西亚工厂的光伏电池年产量已经达到了3吉瓦，光伏组件的年产量也有2.5吉瓦。还有金奥科技，他们在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有工厂，其中马来西亚的光伏电池产能有1.5吉瓦，在越南的硅片组件产能也分别达到了1.5吉瓦和3.5吉瓦。当然还有其他光伏产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大部分都销往欧美。中国销量打开了，东南亚国家挣了利润和外汇，只有美国光伏企业承担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出口到美国的光伏组件其实还是中国生产的，越折腾自己越难受，老美肯定也不乐意啊。原本计划是把中国禁了以后，再培养出本土光伏产业，可现在自家的傻儿子没有培养出来不说，反倒养肥了东南亚，这让他们非常的愤怒。于是，在2022年的3月份时，美国商务部准备对在东南亚4国的光伏也展开反规避调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企业将会征收最高240%的惩罚性关税。然而，这个结果还没把中国和东南亚干倒，自家的光伏产业反倒是哀鸿遍野了。
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他们早就没多少光伏相关的产业以及生产能力，基本上光伏原材料都需要依赖进口。所以美国限制了中国和东南亚光伏，其实就是限制美国本土而已。一家美国太阳能开发商曾说过，在美国开发一个100兆瓦级别的项目，周期原本是18到24个月，现在要增加到36到48个月了。为什么要这么久呢？因为没有了越南和中国光伏，他们得提前2到3年决定去哪儿订购原材料，而以前只要提前半年到1年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成本又增加了20%到30%，美国光伏项目哪里承担得起啊？因此，在整个2022年，美国的新增光伏装机量仅为1860万千瓦，比21年还少了23%，这个数量只有欧洲的一半不到。可见美国光伏产业被折腾得有多惨，所以被逼无奈之下，美国只能再次向中国光伏低头。在去年的6月份时，美国先是允许从泰马检阅4国进口光伏组件，而且还豁免了24个月的进口关税。接着又在今年的3月初，白宫官员证实了美国已经允许从中国进口光伏面板。这项措施也宣告了美国光伏彻底失去了与中国竞争的底气。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和欧洲都离不开中国光伏，我们为啥还要到美国那边建厂呢？说白了，其实还是被逼的。2018年后，美国高举贸易战，将所有人都教育了一下，然后又高喊制造业回流，又搞贸易联盟，将原本全球化的产业链模式磨得差不多了。大家都不再完全依赖全球化的模式，而是开始保护和扶持自家的制造业，减少对别人的依赖。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战略也在发生转变。以前我们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向世界输出廉价的工业产品，只要中国卖的便宜，质量很好，就不担心卖不出去，也就是产品出海模式。然而，由于逆全球化的影响，价格和质量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因素了，还要考虑是否本土产业是否安全等等。中国未来输出产品只会越来越难，因此我们的制造业也在积极转型，一个是向更高端、技术门槛更高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转变成产品和工业能力的双向输出，这就是制造业出海模式。其中到主要的市场上去建厂，就是工业能力输出的一种，光伏就是典型的例子。光伏是能源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每一个国家对于能源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国防军事，这也是中国光伏遭遇到这么多封锁的原因。以欧洲为例，欧洲虽然已经放开了与我国的光伏自由贸易，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扶持本土光伏产业。2022年的12月份，欧盟委员会成立了欧洲太阳能产业联盟，计划到2025年，欧洲新增光伏装机量达到320吉瓦，2030年达到600吉瓦。但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2025年前实现欧洲30吉瓦的光伏制造能力。这还只是初步计划，他们明确表示将在欧洲创建完整的太阳能光伏价值链。欧洲都想要实现本土生产能力，就更别说美国了。换句话说，中国光伏想要卖给更多的国家，未来在当地投资建产是必不可少的路径，就像比亚迪在泰国、欧洲建产一样，是必须要走的路。美国的光伏市场每年将以40%的市场份额增长，市场空间非常大。光伏企业想去美国建厂，既符合中国制造业的出海战略，还符合自身的利益。其次，中国光伏企业出海其实也有利于我们产业链的巩固。中国光伏虽然处于第一梯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敌了。就像日本科技那样，他们每一次都想独占产业的利益，但是往往其他国家就会抛弃日本的路线。光伏产业也是如此，我们占据绝对主导优势，欧美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们不断扶持本土的光伏产业链，而且还豪赌下一代钙钛矿技术，随时准备弯道超车。而东南亚国家虽然与我们算是利益一体，但是他们也谋划用低价组装产品取代我们。前有逆全球化的拦路虎，后有欧美日韩印越等追兵，中国光伏的确不能过于自傲。光伏巨头 TCL 就公开呼吁说，光伏产能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主要市场却在欧美等国。为了规避贸易壁垒风险，中国光伏企业应该尽快海外建厂，构建全球化能力，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当然有些人说了，这技术会不会泄露啊？这些担忧肯定有，国家也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2022年12月30日，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其中将大尺寸硅片技术、黑硅制备技术、超高效铸定单晶、多晶工艺等列为限制出口技术，就是在修炼内功，内功做好了才能不畏手畏脚。中国光伏企业去不去美国其实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组装厂。但是中国光伏企业全球布局却关乎着我们的光伏未来。如果中国光伏搞定美国，也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勇敢地走出去建厂。在以往都是外国企业来中国建厂，凭借技术优势从中国攫取巨额的利润。但是现在中国企业也要开始走出去，展现中国先进的技术以及高效的生产能力。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